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幼师蝙蝠，我是蝙蝠云。应该讲，现在的玩具厂商在选题扎堆这方面是非常严重的，同质化的题材过多，有的题材人人做，有的题材没人做，但没人做的形象，它未必没有价值。例如说，今天的选题也是个知名篇章，很适合成系列的去制作玩具。今天的人物也很特殊，是个非韦恩的蝙蝠侠形象。咱们今天要讲的是 DCD 的披风争夺战系列，杰森·托德蝙蝠侠。标准的透明挂卡形式包装，常规的背板和人物卡贴纸，贴近卡头位置有个有趣的设计，这个卡盒上凸版的蝙蝠 logo 在特定角度下可以和内部的这个 logo 边沿对称，用透视和里面的重生字母形成一种立体的感觉。卡背是这一波的人物和基础的人物介绍。产品出品时间是2010年 ，DC 本家难得有笑了一回。这一作品形象出处的故事连载于2009年，这一不算大事件的小插曲被称为披风争夺战，也是蝙蝠侠重生刊的引子。这里的重生并非指代今天的 DC 重生漫画宇宙，而是因为布鲁斯·韦恩在最终危机大事件中战死，哥谭则需要新的蝙蝠侠，而这位新蝙蝠侠的故事被看作是蝙蝠侠这一身份的重生。这一很特殊的蝙蝠侠形象是在这一故事线中充当反派的杰森·托德，是继迪克·格雷森之后的二代罗宾。后来他被小丑杀死，又因为至尊小超人破坏了时间线，导致了这个人物的复活。复活后的杰森来到哥谭，并和打算重组蝙蝠家族、重建哥谭秩序的夜翼等人冲突。先是枪击了达米安，又在蝙蝠洞中打伤了蒂姆·德雷克，直到故事的最后，才在火车对决中被迪克·格雷森击败，并拒绝获得其帮助，纵身跳下火车，再次失踪。迪克也在这一小插曲之后，终于接受了蒂姆·德雷克的建议，接过衣钵，成为新的蝙蝠侠。在这一故事线中，迪克·格雷森、杰森·托德、蒂姆·德雷克都曾穿上蝙蝠装，不过其他两人都是保守的过去的蝙蝠侠形象，而杰森·托德的自制战衣那无疑是最独特的。除了属于蝙蝠侠的面具、披风、紧身衣、臂甲，还加入了手枪、弹链、手雷和腿部挂带上的匕首。这些杀伤性武器的加入，也在表明着杰森·托德在放弃对于蝙蝠侠不杀原则的认同。同时，他是在蝙蝠侠面具的基础上又戴了个铁口罩，加强了蝙蝠战衣原本薄弱的面部防御，也侧面说明这个角色缺乏安全感。后来他的红头罩形象包得比这还严实，血红色的双眼表达这个角色对于杀戮的渴望。在原著漫画中，这个人的眼睛时时刻刻都散发着一股红光。披风尖头顶起的角，在蝙蝠侠作画中用于表达这一人物气势，在漫画中这样的镜头也非常常见。产品是把这一风格化元素做了再强化，让它泛起的夸张的角无比高耸，反攻的角度也极其扭曲。人物蝙蝠面具上的耳朵，它参照了特写造型，是两个从脑门起势并内收的犄角形，给人感觉不是蝙蝠的耳朵，而是恶魔的长角。这个人物也看起来像面无表情的红眼恶魔一样，加上这个极其夸张的披风塑形，让人物有一种很强的妖魔化气质。并且这一设计还有进一步的延伸，它的披风是做了玉塑形，两侧极有包裹感的包裹住人物的下半身，进一步的妖魔化，让这个披风表达一种环抱的恶魔的语义，配合这个人物颇为张扬的站姿，让这个角色的静态张力极强。作品的油色也相当为其提格，尤其是底衣的灰蓝色和枪带一类位置的金属蓝和主色黑色的撞色，让整个作品的配色表现上无比冰冷，更进一步的衬托这个冷漠的暴力的杀戮者形象。这个作品实际上算双头雕，这个铁面具配合这个头雕可以当作是这个角色的平镜头。人物头雕本身的表情选择的是一个恐怖的笑容，和面罩形象那种阴冷反差极大，这也是原著表情。在蝙蝠洞中击败蒂姆·德雷克后，杰森·托德那个扭曲病态的笑容，这个人物也在他的笑容之下情绪变得越来越失控。作品的表情选择也相当精髓，有极强原作共鸣，也极其契合这一时期的人物特征，并且为了强化其牙齿的存在感，他这牙上还上了珠光，有这么一种牙齿釉面的光泽，进一步的强化造型张力。人物形体的构建也颇为工整，形体流畅修长，带有较强漫画笔触的肌肉分离度和相对偏向写实气质的一些衣褶点缀，整体属于比较融入。实际上这个恶魔翼展的元素
他把这个特征风格化进行到底了。这个不是原作形象的，原作就是标准的布披风，他把这个做成了一种皮面效果，并且看起来像是某种生物的翅膀。不过综合衣物质感和一些真实褶皱，这个风格化的处理确实是有契合度，不出戏。人物配件相当于已经都装身上了，比较有代表性的2把手枪，这也是后续红头罩常用的武器配置。这2把枪是非铜模，枪身枪口都不同，上了个偏雅的金属漆。这把看起来口径很大的枪，它还多一个上色位，相当于是把枪口凸出来了，用于表现这个枪正在发射，枪口还是亮的，枪管还在燃烧。这样的话，在摆这种动作的时候，能有一种子弹已经出膛的感觉。在10几年前来讲，这是个很有想法的设计。还有一把靴部悬挂的匕首，这个建模就比较简单，没有过多可聊的。相比手枪，这个匕首的握持就偏松一些。不过它这个爱美手型作为一个1配3，既能握匕首又能握枪，常态下又能表现一种张牙舞爪的感觉，在均衡角度来讲，功能性就算过关的。这一系列的小地台就毫无排面了，严格来讲它就不是地台，算是个辅助支架，单脚踏顶上为一些不太好实现的站姿动作做一个支撑补充，没有任何展示摆放的价值。素体的可动上一目了然的小雕像，大区域上都是切面关节，基本可以当做是一个半限定造型，你只能选择昂首挺胸的站着和低头弯腰的站姿。头雕除了平转之外，抬头和低头都有，但是低头的角度较小。胸前是个传统的凸字关节，腰腹位置一节平转，手臂的前抬再往上会受到披风的限制，侧抬也是披风限制较大，单关节的手臂。手腕传统的平转，胯部的切面借由裤衩制作的简单平转，单关节的腿，没其他的了。披风争夺战的杰森·托德版蝙蝠侠，这是这个系列最有价值推出的形象，足够特别，但有蝙蝠侠的辨识度，造型设计干练，与人物有关联性，又没有非常强的元素堆砌感。DCD 对这个作品应该讲非常用心，利用一些风格化的设计，进一步的强化形象张力，也强化作品本身的表现力。利用面罩和本身头雕这样一个小心思，去创造角色形象的冲突反差，也是非常出彩的设计。角色的狠劲儿和风感，在一个作品上都呈现出来了。这个设计思路和形象构建的完成度，放今天它也称得上是优秀的。好了，那么这期咱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蝙蝠云，咱们下回见。